自由时报专访赖清德啊，有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蛮好笑的哦，就是你怎么突破同温层？那就笑说，那同温层访问同温层，问说如何突破同温层啊？好，那么大罢免以后，赖清德说要聚焦4个优先啊，那说台湾社会呢需要休养生息了哈，我觉得这很好笑，谁搞出来的大罢免？是谁搞出来的？哦，然后呢，他也知道搞得社会动荡不安，所以需要休养生息。另外就是说，台湾社会哪有时间，哪有资格来休养生息？面对的挑战这么多，两岸之间的挑战、国际之间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科技的挑战、各方面的挑战，怎么能够休养生息呢？本来就应该一直努力奋勇向前啊，不能够稍微这个松懈啊。台湾面临国际这样的竞争，人家都是两手两脚在拼，我们不可能单手去拼啊，单手单脚怎么拼得过，对不对？那结果你还去搞个大罢免，然后搞了以后大失败以后说，哎，我们需要休养生息，要休养生息什么时候？要休养生息多久？哦，哎呀，我的天！哦，他说有4个优先：经济、民生、弱势、青年4个优先哦。那要求他也说呢，他要求行政院也这样推动啊。那另外呢，这个有5大法则。4个优先5大法则，哪个5大法则？回应要快，这个要广与分众啊，然后呢要深入基层，要善用科技，然后呢首长要在第一线捍卫政策啊，所以呢政治要放两边啊。那另外呢，这个两岸交流是不是要有一中的前提啊？赖清德说，台湾社会不可能接受要有一中的前提啊。那另外呢，因为其实以美论啊，不是只有台湾啦。全日本宜不宜？你现在去问日本，南韩宜不宜？你去问印度宜不宜？对不对？然后呢，你问印尼宜不宜？你问欧盟宜不宜？欧洲这些国家宜不宜？你问美国民主党宜不宜？啊，你问美国这1审2审的法官宜不宜？啊，那所以呢，这宜本来就很正常嘛，对不对？宜本来就可以，任何事都可以宜啊。宜了你就解释说你不需要宜啊，我告诉你这样说不必宜嘛，不能说不能宜啊啊。所以赖清德说呢，干嘛以美？川普援助台湾没有减少啊，本来要给的该给的援助还给啊。我们看一下。蓝白去年5月闯关国会改革法案，朝野立委打成一团，3党不过半的立院新生态，冲突场面成常态。同年12月，3大法案闯关，朝野又打成一团，让绿营酝酿出大罢免。但在失败落幕后，赖政府也重整旗鼓。总统接受专访认为，台湾社会在大罢免后必须休养生息，特别要求行政院以4大优先，聚焦经济、民生、青年、弱势，同时喊话立院朝野新会期以民生为优先，政治攻防摆两边。去年1年半以来，就是因为他在搞政治啊，搞大罢免啊，要铲除异己啊。所以国会才会这么的乱啊！善意不只要递给在野，同时两岸路线方面，总统喊话对岸不该无视台湾善意，只要重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与民意，很多事情都能迎刃而解。两岸能不能展开对话与共荣，都在大陆的一念之间。台湾不会放弃主权，也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与其等待中国的善意，倒不如去好好针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出言行一致。赖政府试图打开国内外新局，但就怕只闻楼梯响，释出的善意对象收不到。来，亮君怎么看赖清德的总统的专访？我想在整篇专访里面当然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然后包含说不管在国防军事上面，还有民生经济上面，以及在社会弱势的部分那不一一细谈但是我觉得现在当然整个在726、823结束之后不管是各个政党，大家也都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选票的呈现上面我想大家都必须坦然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的结果来看，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的人，都是非常多的台湾人站出来面对现状的不满，而这个现状的不满是有对执政团队的不满，也有对在野党的不满，所以这样子的不满，大家都必须来去对这样子的结果去做出回应。那当然，就执政团队来说，我想整个在卓荣泰院长内阁里面，那也有一些这个改组那有一些部长就能够在新上任，在新的团队、新的会期之后，能不能继续的在明年的这些国家的
预算里面，在今年的接下来的这个现在的立法院会期来争取更多在野党的支持，那尽可能的将过去这一些在去年所发生的状况，或是去年这些很多被删减，在民生也好，在青年也好的这些政策跟相关的预算上面，能够好好的保留下来，然后来去嘉惠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台湾的民众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赖清德总统所提到的休养生息哦，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我自己看来啦哈，我自己看来是说，当然这一年过去这一年一整年下来哦，在立法院里面很多的政治攻防，当然在公民社会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些活动，那就是在投票整个都结束之后，现在回归到接下来两方都调整状况，不管是执政或在野，大家都各自调整状态之后，接下来进到立法院里面新的一个会期开始，我们要面对明年度甚至是接下来的这些关税战的时候，大家应该真的要好好的回来思考，接下来台湾要该如何进行，如何继续走下去。在这个部分，在过去的这一些在政治攻防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冲突，但是现在要回归到说，那如果台湾要继续走下去，有很多大家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去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然后让台湾继续往前进？我想这个是执政团队目前新的整个团队以及赖清德总统现在在整个726、823之后所展现出来的态度跟立场。那也希望说接下来在立法院里面大家一起彼此合作。好，立法院王玉明委员。我觉得赖清德总统是因为大罢免哦，全盘皆输了之后，现在才喊说休养生息哦。大家试想，发起大罢免的是谁？是谁在民进党的中常会里面说我们要跟公民同行，然后下令所有的党中央所有的这个党职人员通通都要动起来？那个人叫做赖清德党主席啊，叫赖清德总统啊，是你发起的大罢免。现在输了，说休养生息。大家试想，如果真的万一有国民党的立委被罢掉几席，国会翻转，他会休养生息吗？他一定是乘胜追击嘛，就是把你整个在野党都打趴在地上。所以他的这个休养生息是输了之后才喊这句话。那我觉得赖清德总统最好笑是说啊，跟他们喊话，大家突破这个同温层，结果第一个接受就是《自由时报》的专访哦。如果他自己敢示范突破同温层，那至少接受《联合报》的专访嘛，对不对？《中国时报》的专访啊，敢不敢啊？不敢啊，他还是躲在自己的同温层，然后说，我们大家要突破同温层。另外一个很好笑的是，他说我一开始就告诉行政院，我们就是要拼经济啊，以经济为主啊。我只能用莱尔校长这句话送给赖清德总统，不是哦，不是这样哦，不是哦，真的不是哦，因为一开始你没有要拼经济哦，你是要搞政治。那个柯建铭讲了嘛，一开始呢，他说他跟总统啊，跟这个卓荣泰啊，就在密谋说怎么样翻转国会啊，就是要大罢免嘛。所以从头到尾你自己都知道你在搞政治斗争啊，那现在还讲得那么好听说，我有给行政的任务就是要拼经济，错，都不是哦。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洗白，然后他到现在还是说都不是我的错，千错万错。我们有听到赖清德总统有任何一句道歉吗？为这个政治的纷乱，为这个司法迫害，为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台湾停滞不前，他有做过任何道歉吗？没有耶，到现在都没有。佩强。我刚刚讲说，请赖清德总统言行一致，因为一句话，知为见浊。老实说，我们刚刚听到他是4个优先，5个条件。那这5个条件，不管说是什么，这个政府首长应该第一时间回应政策，要常用科技，怎么样听起来都是像选举上面未来直接下的指导。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真的经济优先的话，我记得是大前天他来基隆一趟。他来基隆的时候，就是庆济公，然后直接讲说派系不介入基隆市的市长选举，他提名谁是要最强的人出来。但是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我们基隆市有好几家厂商因为这次的对美关税直接加到20%而受创相当严重。你没有对大五轮工业区，你没有对五堵工业区讲出说美国关税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我们政府能提出什么样的补救措施，你就大拉拉只是讲选举，所以我会说言行不一致。再者，
如果说总统是管所谓的国防跟外交的话，那现在刚刚很多人有提到说，日本跟韩国是不是心里面对川普都是非常的反感，包括印度，而这3个国家刚好都是美国所谓的新西方里面亚洲最直接的盟友，跟所谓的新东方，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俄国跟北韩的联盟，未来一定是有直接的冲突。但是这个新西方跟新东方哪边比较团结，这我们都不知道。而你说跟赖清德总统说哦，中国不要握着拳头，对不起，中国握的拳头真的是针对的是美国，不是针对的是台湾。那请你先把我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先做好。你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怎么样面对关税战争？怎么样保护我们的产业？怎么样对我们的产业能够做保护？我们的厂商能够让他们减少损失？先把这个讲好，而不是一天到晚只是在想选举。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讲言行请一致，请不要说着团结，事实上想着选举。赖清德说哈，中国应该这个重视，不要轻忽台湾的善意的啊。说呢，手拿锤子就只看见钉子，他就说这个中国手拿着锤子，所以看到台湾都钉子，没有看到台湾的善意。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办一个巡回座谈啊，那说这是倾听之旅啊。赖清德说呢，到地方不谈选举，但是到了桃园啊，桃园说呢，候选人赶快出来啊，我们议员要母鸡啊，母鸡带小鸡，你母鸡在哪里都不知道啊。那所以呢，这个在野党啊也在强调说司法不公正啊，这个当然笑他了，说你不谈选举谈什么？要谈司法公正吗？你好意思谈司法公正吗？故意这样糗他了哈。那另外呢，赖清德到新竹，跟柯建铭同框去拜庙而且呢握手啊，还拍了肩膀啊，说他们互动很自然啊。那到底现在关系怎样啊？那另外呢，内幕是说呢，赖清德强势威逼正国会、永援会、英系的立委都被强迫签下倒柯的联署书，所以并不是自愿签的是因为被迫的那另外呢，苏贞昌推辞，什么推辞呢？说当时大罢免完了以后呢，那这个赖清德有请叫苏贞昌说来讨论一下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啊，以后要怎样啊？说苏贞昌第一时间就以我没有什么高见而且呢我已经这个退休了，在家了所以就不去给赖清德做任何的建议那另外呢，苏系的子弟兵也不愿意签倒柯的联署书我不知道在赖清德要搞大罢免的时候，开始苏贞昌那边有没有说不要搞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消息那但是事后显然苏贞昌不愿意去提供什么建议，到这个地步了，你找我有什么用呢？开始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搞大罢免嘛。对不对？那你当时搞，那你现在要我收拾烂摊子，要我给你出主意，我也没什么主意好出的，看起来是这样子。那另外，民进党立院有7个干部，那现在柯建铭不辞，其他都辞了。那现在呢，说登记要截止了，请其他人来登记啊，还有其他立委来登记啊，说没有人来登记，所以呢，这个开议前说呢，希望能够补齐了，至少你要有7个干部，就7个干部啊。有干事长啊，柯建铭是总召，有干事长啊，副干事长、书记长、副书记长，1个总召，1个干事长，2个副干事长，1个书记长，2个副书记长。那现在这边都缺都辞了本来说要找什么范云啊什么陈培瑜要来，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人要登记那到底怎么回事？那到时候老柯一个人唱独角戏吗？会怎样那林濁水说很惊讶，说呢现在民调柯建铭的反感度跟中共差不多了，说呢，居然民进党还处理不了老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总统赖清德这一次来倾听之旅，听听地方党公职、社会各界的意见，让整个执政未来更贴近民意。下午来到桃园，不过这一待就是3个小时。讨论到，对，没有讨论到。
不过我们也希望尽快有人选。下乡巡回模式过去2天已经是第4次，周六在台北跟基隆，周日早上则来到新竹。而在新竹，总统与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互动热络，一下车先握手，更不断交头接耳。只是传出总统强势要求各派系交出要柯建铭辞总召的联署书。有关注那个联署的部分吗？谢谢，不要再，不可能回答那个问题，好不好？所以还是无声胜有声这样。啊，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总召会不会担心找不到干部啊？谢谢。时间到了，人员就会浮出来。这个也还有时间啊。民进党从来不会缺人才。而赖清德726后曾致电前行政院长苏贞昌，邀请官邸会商，但苏婉拒，说自己已退隐，难出高见。传出苏系不反对党团改组，但坚定反对用联署斗倒柯建铭。而苏巧慧则证实2人通话，转述苏贞昌全力支持赖总统。总统通话过程很严肃，但也很诚恳，会继续在不同岗位上帮国家做事。总统会要打电话约苏贞昌见面吗？再套柯建铭的那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来，那个凤琴，赖清德有2个身份，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是民进党党主席。他下乡呢，其实是以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下乡，所以呢，他身边陪着的就是徐国勇，所以是党部的干部。那坦白讲，他就是要巩固他自己内部。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外界要看的就是，如果你连党内都巩固不了的话，请问一下，你治国还有没有能力啊？那党到底巩固得了，巩固不了，就看说你到底新的会期能不能处理得了柯建铭的问题。林濁水的这个灵魂大哉问就是，当柯建铭的这一个恶感度已经直逼他们心目中的恶魔中共的时候，请问一下，民进党要如何的来对待柯建铭？可是呢，他在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他是以总统的身份接受专访的。那这件事情就跟你我有关了，就不是跟民进党的选举有关了。我跟你讲，里面的笑话非常的多啊！我跟你讲，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非常仔细的看，然后一边看就一边觉得说，哇，莱尔校长的那个二创，你们真的题材满满哦。问他说如何突破同温层哈。我们觉得他待在同温层，对不对 ？No， 他觉得是在野党都待在同温层里头，所以他说呢，因为民众呢都从同温层里头得到这个资讯，所以呢要突破同温层的方法呢，就是呢所有的政府首长都要快速反应、科技反应，然后让讯息能够抵达到所有的民众身上。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在同温层，我们现在要突破他们的同温层，好。那至于在讲以美论的时候啊，他说：“放心，这个川普对台湾的那个支持不会改变。可是通篇里头有任何川普政府释放出来的讯息，他得到了一个独家的讯息，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川普嘛，一个都没有。通篇就是告诉大家我很重要。我跟你讲，我们是民主灯塔。我告诉你，我们是非红供应链。我告诉你，台湾海峡非常重要，就是那个老套，因为我很重要，所以你美国不会放弃我。”拜托，美国已经通篇的弃台论告诉你说，放弃台湾不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利益损失，只是面子上伤了一点。而他完全不谈哦，他还在那个就是台湾很重要，台湾很重要，台湾是世界中心，台湾是宇宙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当中，然后提到说政绩，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一部分，我觉得最爆笑这样子，就。他说：“我们的政绩1年来都被掩盖住了，哈，因为这个大罢免都被掩盖住了。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自由时报》有没有追问他，因为他这里面我没有看到有问这个问题。要说我就会问说，你有哪一项政绩你觉得提出来，民众很有感，然后大家呢就会传颂，然后说赖清德很有政绩这样子啊？他没有讲，他没有这样追问。可是赖清德自己提了一个政绩，说减税。他说哦。”因为我们现在哦，这个你看哦，申报所得税有1半的人哦不需要缴所得税，好，这都是我们减税呢，然后促成的。我真的是当场大笑这样子。请问一下，这是他的政绩吗？你要知道，第一，有这么多人没有缴税，那代表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很多人甚至于不到缴税的门槛。第二，我们所得税没有做任何的税制改变。那么因此呢，有那么多人不需要缴税，那是因为通膨已经上升到了很大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个人免税额、抚养亲属宽减额，依照所得税法必须要按照
指数来增加，然后并且要定基本生活费这件事情，这个是因为有艺人，然后去跟国税局打官司，打到了宪法之后，宪法规定要定个人基本生活费，从头到尾跟你赖清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他觉得很委屈，1年多来，然后政绩大家都不知道，就提出来的只有这个政绩的时候，你不觉得爆笑到一个，就是你会觉得笑着笑着，然后忍不住就哭出来了。然后呢，在立法院的部分，然后呢，他的重要的指示是什么？你知道，他的重要指示就是说，行政院，我也告诉行政院长，不要只跟执政党的立法委员沟通，也要跟在野党的立法委员沟通。所以搞了半天，1年多下来。请问一下，你的行政院长跟在野党沟通了没有？而他的指示有一点哦，是让我觉得更担心的。他说，你也可以去跟立法院院长来沟通，院长跟院长沟通会比较好。他还在搞那一套，就是希望说摆平一个韩国瑜，我就摆平了国民党。No， 摆平了韩国瑜，他就以为摆平了民众党。No， 你不能够正正经经的去看待在野党他们的诉求、他们的想法。那当你在讲休养生息的时候，那个牌子在上面，底下你做的事情还是拳打脚踢。接下来再回来。好，这个英国人哦，说 Goodbye， 我曾经深爱的台湾哦。那他叫做 Ed Moon 啊 ，Ed Moon。那他原来在公视下面一个节目一个台了哈，叫做台湾 Plus。就蔡英文的时候要做国际宣传，所以当时呢，公视去成立一个台湾 Plus 啊，因为你公视外国人不会看嘛，哦，他们想是到国际宣传啊，讲英文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 Ed Moon 呢是高阶主管啊，他对台湾很失望，举家离台。而且买的是单程机票，就是不会回来的意思。我去了单程啊 ，one way ticket， 一张票走了啊。那主要的呢，就是说呢，他这个在任职期间，他们有一篇文章把美国前总统川普正确的描述为被定罪的重罪犯，因为川普那时候有身有重罪嘛哈，有被检察官起诉啊等等，所以呢，意思就被不当策划，就是照理讲，一个媒体要怎么报道？媒体有自己的这个决定嘛，政治力干预了，得罪川普干嘛？拿掉哦。所以呢，他后来呢，这个他说新闻编辑室所受到的政治干预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哦。所以呢，他说呢，这个新政府上任之初，在民进党没有掌握国会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向在野党伸出橄榄枝共组联合内阁，反而这个要对所有可能的在野党立委发动大罢免，这个在英国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欧洲人看是不可思议的。欧洲常常有这种政党现在很少政党过半的，欧洲政党很少过半，那都要组织联合内阁嘛。我过半没有关系，我找到跟我德国找到绿党啊，对不对？副总理给人家，外交部长给人家，环保部长给人家，就是你总是政党的合作很正常啊，不过半就要开始罢免人家，所以他们大概觉得就很奇怪了。好，不管怎么样了然后呢，而且他说还巧妙的与民进党脱钩，包装成公民团体的自发行为所以人家都没有人是傻瓜，一看也都懂了那另外呢，他就说呢，这个执政党默许侧翼操控极端对立让这个非常对立立场。他的家人，他大概有什么写个文章或是怎样被他的不但是他，连他家人都被极端分子攻击所以他不认为说台湾走在对的方向，这样走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走那他说我也不是属于任何阵营，但是呢，掌权者就应该受到检视嘛。过去的同事几乎都是友善专业的人士但是呢，内部问题超过他们的权责。我的批评是希望能够修正，不是说把这个公司就关掉，或者把台湾 Plus 关掉。那台湾远比蓝绿对立或亲台亲中二分法复杂的多。你们以为台湾只是因为这个蓝绿对立吗？只是因为有人亲台，有人这个亲中吗？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他说，政党是一群有缺陷的人组成的有缺陷的团体，我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阵营但是呢，掌权者要受到最高程度的检视那另外呢，这个我希望这个文章它的
万字文呢，引起大家思考哦。然后呢，要思考什么呢？极端化言论的危险哦。他说，因为台湾已经有这种言论都非常极端化，是非常危险的哈。好吧，我们看一下。他是公视辖下台湾 Plus 英国籍的前主管艾永清。怎么深化跟非洲国家的关系？过去采访片段中，不难看出他对台湾政坛很熟悉，但如今离开台湾，却让他感觉松了口气。以 Great Taiwan Recall 为题，回顾4年工作经历，他表示自己在台湾有稳定生活、家庭、房子、工作、车子、存款等，最后仍选择离开台湾。一切看来很愚蠢，但在飞机起飞时感觉松了口气。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大罢免，让我下了最后决定。他接着提到，民进党在国会不过半后，并未尝试跟在野党组成联合内阁，反而谈论大罢免，转而冠上公民团体名义。我在台湾 Plus 的任职期间，努力推动那些能够呈现不同角度的少数报道，最终我跟家人成为了部分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只是因为我们所产出内容没有100%符合政府的叙事。我不认为台湾正在走对的方向。有职业道德的媒体，那大逆不道啊，那是违背良心的，甚至违法的。表示只是希望这些文章至少能让这过度政党化言论有所反思，台湾情况远比蓝绿、亲中、亲台这些简化标签来得复杂，并重申我不支持任何一方。对此，台湾 Plus 的声明：新闻制播流程管理均依照公视的制播准则及新闻市公约进行制播内容，若有违反公视的新闻自律伦理，均依公视节目及新闻自律委员会设置办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好，那么这个所谓要搞大外宣的这个台湾 Plus 啊，公视砸了58亿，很多钱啊，这是纳税人的钱啊，民脂民膏啊。2024年，民众呢就曾经控诉。他变成一个大外宣的打手啊，那粉专开始骂这个英国记者，他是假新闻自由之名，偷渡亲中，强词夺理，帮中国讲话啊。那所以呢，说民党治国不能只会拼选举嘛，这个都选举，媒体也选举，这个也选举，这个都是为了选举哈，不可以这个样子哈。来，这个江源怎么看？何处？其实当然看起来感觉就治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啦，但是可看见这个英国的这个离开，他讲的话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哦，已经伤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主体性了哦。但是我们要话说回来，就是说当时我们民众党会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希望说可以了解到真相，我们想要听到的是真相，因为他没有留下来，我们的战斗力是完全是不够的，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点。好啊，因为你如果真的换全部的话。有些有战斗力的，我们是不是会影响到后面的法案？像我们刚刚有谈到的，不管是已经监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监督下去的话，会不会担心？这个也是我们再来会希望跟我们的国昌老师也好啊，我们的现任的主席，还是我们再来的一个领袖，我们的柯文哲，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谈的。蓝白必须要合作，但是合作没在红球，好啊，当然我们的基本面依然要存在，这个才有一个比较重视的我们再来的蓝白的议题啦。梁立委，是哦，这个蓝白合作，我是觉得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了，很重要。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从上一次不和之后，经过这个柯文哲被这样子羁押了1年之后，经过726、823合商公投，大家都知道合起来才有力量嘛。你可以想，你不管讲什么理由，你现在请问啊，蓝白有什么理由去跟绿合作？你看那个赖清德那个样子。他出来检讨都检讨别人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柯建铭不下台？我就左思右想很久，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柯建铭说，去年的2024的1月13号就选完，他7月15就开始选，1月15就开始2天就开始想大罢免，说我把你这些拉下来，变成我的人，我就过半的。然后他还讲了。他讲的后来讲一堆，然后包括曹新成都证明了主谋是谁，是赖清德啊，操盘手是谁？操盘手是柯建铭啊。结果你叫柯建铭下台，赖清德为什么不下台？好歹他主席下台啊，他主席应该向全国道歉，说我那时候这个有欠思考，发动这个大罢免，难道不是赖清德发动的吗？什么是公民团体呢？好，那现在这个亚太 Plus 这位梦啊。就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了，啊，把这事讲出来说，把这些民进党的人化身为侧翼，变这个样子，讲真话，就被修理了。
然后他讲到哦不可赦啊，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的质疑川普以美论啊，就不得了了。这个赖清德报美国大选都报了很那个了哦，所以整个来看，你注意看到他完全没有说要跟在野党和解，其实他要和解很简单，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现在释宪案，现在总预算已经在执行，快结束了，现在已经9月了，总预算还在释宪呢，你不觉得非常荒谬吗？钱都在用，然后释宪啊，照理讲释宪啊，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什么93军人军人加薪3万，你不能加？因为说在释宪当中所有就暂停，那释宪当中的总预算都停了，当然他还加一个啦，说我还加一个暂时处分，可是你有必要吗？你说国军你要花这么多钱，我们现在已经3.3%，明年度现在送到我们立法院。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是3.38%的 GDP， 而且目标很快的要到5%，不得了！5%是什么概念呢？是今年的2倍啊！这个东西其他的预算怎么办？除非他通通编预算，编特别预算，那就是向子孙借钱，否则的话，他整个你就会发现啊，通篇我都感觉赖清德自我感觉良好，这一切台湾现在的一个整个卡住都是在野党。然后他还提了，你刚刚讲政绩那个风信讲政绩讲了非常好，还有讲一个东西，他特别讲到股市啊，这涨几点，怎么这个是股市，这个是政绩，这台积电一只股票，它涨了1点，就等于它涨了8点多啊，10来点，什么之类的，把这个都扯，所以东拉西扯啊，所以为什么我结论就是，为什么这个柯建铭并不退，他的逻辑就是要讲这个是做坏事啊，我们2个一起做的嘞。为什么只有我下台，你没有下台？为什么你没有下台？你总统继续做，那就好歹你主席下台嘛，找一个人代理都好啊。基本上了哈，当时这个设立公共电视的时候，是说要学英国的 BBC， 要学日本的 NHK， 然后呢学美国的公共电视，说这样呢这个公共电视独立于政党之外，然后呢这个一定不偏不倚。那结果我常常讲橘二怀为止，我们很多NCC是学美国啊，FCC 啊，那结果学成什么样子？然后呢，公视也要学人家，结果学成什么样子？哎，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只有因为我那时候也在立法院嘛，有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执笔而叹了，真的这个样子还不如都不要设立，都不要去扯这个东西了。告诉你，就是橘二怀为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823核三公投虽然没过但是呢，这个同意研议的比不同意多很多，而且很绿的地方也都同意啊。所以呢，台电就宣布它启动核1、核2、核3研议的可行性评估，早就应该做这个可行性评估的。你严不严是一回事，但你总是要做一些评估嘛那到底适不适合重启啊？那另外呢，这个过去评估的基础还把通膨然后呢，有些零件要汰换，有些要增加，初估3座核电厂延役20年，40年延到60年，经费增加大概1000亿左右，最多不会超过1200亿，就每个核电厂最多400亿啦，不如外界想象的多，那3个厂可以发8000亿度的电1年，那如果呢1000亿到1200亿来延寿的话呢？那每度算成每度成本只增加0.13到0.15块，现在成本1.4嘛，那加上0.15也不过就是1.5那现在比天然气1度要3.2块，绿电一定要5块，低蛮多的所以你说就算花1000亿，其实相对来讲是小钱啦因为3座核电厂都已经折旧完毕了，就没有折旧费用了工厂折旧费用是很高的，所以这经济上是划得来。那现在就看到这个所谓余电共生这个监察院的审计部去查现在一共有393电余电共生厂，他们只查了122件，查了31%然后里面呢就是说真的说有余的只有3成，其他鱼都死光光了。这是我们常讲的这个电生鱼死了
哦，并不是鱼电共生，共生是电生鱼也生嘛，没有电生鱼死了哦。养白虾，我们去看那个白虾都是没有血色，照不到阳光嘛，上面搞个大的光电板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大得很啊。那这个7成有电无鱼，2成营运成绩不好哈，他们去查，你自己想想看，油上都铺这个东西，你这个鱼在下面是怎样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人是鱼会怎样？很高兴吗？那另外呢，高雄美浓出现一个所谓大峡谷哦，那柯志恩痛批这是盗采土石很严重，但是政府纵环你看像个这个天坑一样大峡谷哈。高雄市政府反正高雄每次被发现，我们绝不宽待，立即去追查啊！这现场变成这样，怎么可能？这个而且有大批废料，把土挖去卖了，然后废料再丢进来，双重赚钱，污染土壤，真的很可恶哈。那另外呢，这个柯志恩说，怎么会越挖越大呢？对不对？你说你早就开罚，那开罚应该停止啊，哦，所以应该要追查到底，绝不退让啊，哦，网络就酸了。最后我们不要到美国去看 Grand Canyon， 高雄跟美国也有一个大峡谷，所以不用出国的一个新的景点哦。另外呢，除了高雄，我们看宜兰五节乡，哦，然后呢苏澳镇风机1、2、3、4、5、6、7、8哦9、10、11、12、13，这么一大堆风机在沿海。我们的沿岸是很美丽的，然后就搞一个风机，蛮可怕的。我觉得看他们转，我常常也觉得是跑到外星去，怎么这么多？有1、2个也就算了，沿岸都是这么美丽的海岸线，都搞了这个东西哦。那所以呢，这个说中央对绿电态度转变，要转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到底当初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把这个农地挖成这个样？这块里长，你知道用什么方式写？他们申请没有卖，所以他们卖给业者，可是不是业者要挖也要有理由啊。你们是地下水，然后因为它是水源保护区，他给你挖成这样子，他到时候给你回填，你们的水源就会受到污染。你们都有反应都没有人理，所以你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地下水会被污染嘛，就是旁边嘛，那废弃物一定会有毒素嘛。到底我们这边还有多少地方是被挖成这样子？亮君，我想现在大家在讲说接下来能源转型的这些议题哦，那我想大概几个面向，我想是不分党派，大家都一定会认同的，就是第一个减碳好，然后跟降低空污，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伤害，我想这个是大家都认同，包含说在中火啊等等，其实都现在我们尽可能都在这个我们从原本的燃煤转为燃气，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在关心说，那绿电持续的发展，但是绿电的整个我们所能够生产出的这些电量，能不能供给整个台湾的电量？那以及说绿电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到底能不能赶上我们用电的速度？这确实是一大问题哦，所以才会有在这一次大家当然一直不断的讨论说，到底核电厂要不要继续营业问题？但是我觉得核电厂对于台湾人来说，我想在前几年的这个福岛事件哦，也有很多的台湾人走上街头，也很担心核电的发展。所以现在当然大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核电的用电安全，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是刚刚大家有提到说很多这些光电板的这些状况等等的。第一个是我认为现在确实在光电产业里面，我们有看到真的是很多光电蟑螂，这不可讳言，非常多的光电蟑螂。这个光电蟑螂有地方派系，然后也有这些国民党的人。那当然你说有没有民进党人，可能也有。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全面扫荡，所以该查就查。那如果有些人想要透过这样子的绿电来去谋取自身的利益，我觉得这是很可恶的事情哦。那再来就是说，绿电的这个量能，然后跟它对环境所受到的这些冲击跟影响，我想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机制了。那刚刚所提到说有很多包含说这个到底这些鱼或者是这些虾这些养殖产业，他们有没有真的有能够渔电共生，或是渔产共生，就是这个电跟这些农业或者是水产业来共生的状况？我们确实发现有些业者其实他去申请了这个绿电之后，他后来其实没有真的再去做养殖产业，所以稽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稽查的量能够不够呢？我认为这是现在我们在这些相关绿能产业上面，我们要真的能够达到环境的平衡，还能够提升绿电的发展，这是政府必须要来去加强的事情。来，江议员，这个其实南部啊，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有这个光电的问题很严重了哦。其实可看见还有天坑的出现，哎呀，土龙铁去找一台哦，再来他回填后，他还好被柯志恩发现呢。如果回填后又
倒了一些不应该倒的东西。好啊，再来，你有没有发觉说，现在核1、核2、核3啊，到底这个本来就是要去演绎的东西啊，如果可以出来的话，你看一度电啊，会当升要干2倍，迄百姓差偌济，你敢知？哦，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中部啊，说在用电也是大量，但是我们台中一直在用废发电，我们对于台中人起来就无公平啦。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说，核能的一个就是核3的一个严厉的部分，已经投票出来，说实在是认同的人比较多了。但是台电到底是真的要全部去严厉，让我们有机会去说把这个电的钱哦，无你个想，咱我一直甲补助我济，你嘛是挣遐光电尔。但是遐个电足贵的呢，但是咱拢爱搁甲伊买回来钱，你去遐算讲，迄拢开咱的钱。但是咱买回来，咱搁用的电是无，咱讲啊歹听，修理的比啥较贵啦。像即个风台你有甲看无？规片全部歹了啊！啊，但是这个钱嘛是爱开咱的呢。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检讨的。钟欣。好，当然，刚刚所有的新闻都跟我们环境有关，跟我们的这个能源有关。我确实对美浓这一件事情，我真的是感受非常的深刻，因为高雄人嘛，那美浓呢，其实是美浓有美浓水库，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水源水质的保护区。那怎么可能会挖一个洞，大家不知道呢？那么大的一个洞，它不是一天造成的，当地的里长也都去反映了，可是有处理吗？显然没有处理。这背后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恶势力？我觉得当然是要追查到底。可是有关于核电的事情，我已经讲很多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啊，你知道台电现在已经在编列明年的预算，明年的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要比今年再增加购买160亿，就要多花160亿，然后去买。所以今年花了1500多亿还不够，明年还要再花1700多亿。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在发电的原料上面，那还要采购有煤啊，什么还有这个柴油啊，什么等等。现在核燃料已经完全就不用采购了。你知道它有一项很奇怪，就是燃料油，今年呢只花了44亿，明年预算编列要买205亿，多将近5倍。那为什么要那么大量的燃料油？这代表的是，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煤的电厂，它如果一旦停用了之后，你要重新启动的时候，突然之间要启动，你要先用火种来点燃它，所以要用燃料油。它是不是意味着，因为明年会有很多时候会启动那一些老旧的，然后已经停摆的，摆在那边，比如说像是新达这些煤电厂要取用它，所以燃料油要从44亿到205亿，所以台电知道它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污染我们。佩翔。我认为说有关电业这个事情还是要回到专业，但是诚实很重要。因为老实讲，不管是核3要延役也好，还是说其他的核能发电厂延役，这是完全的专业。但是我必须在这边讲一下绿电。绿电本身来讲不是坏事，是在台湾做绿电的人问题真的很大，而且。当初我记得蔡英文在当上任的时候，就是片面决定说要2016年开始要准备要非核家园2025，然后就想要把所有台湾的电力把这个用绿能代替核能，所以直接想把它送到20%，想完全学日本。但是尴尬的是他忘了一件事，就是台湾的面积只有日本的1/10。当我们用20%绿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么多地去 cover 这些东西？而这时候，这个急就章的政策导致说，我们今天看到一连串的弊案。因为当这个政策你在执行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去规划，你只是为了口号治国，你只是为了意识形态，你就直接把它植入进去，后面就有很多非常昂贵的漏洞。哇，必须要去弥补。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这现在的能源政策不只是错误的，最糟糕的政策就是错误的政策加上贪污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一团乱，来自有因。黑米，我觉得错误的能源政策真的比贪污还可怕，因为最上位的，我们台湾是需要核电的，结果你把这个选项完全取消之后，你就被迫一定要去发展太阳能嘛，发展风电嘛。但是台湾的土地面积这么的狭小，你没有足够的这个适当的土地面积的时候，你变成就是乱盖一通嘛。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渔电共生，
农业部不知道这个问题吗？不知道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很多业者他是真的，你要来查核的时候，前几天才买了一堆鱼、一堆虾，才把它放养进来，根本不是实质的好好在养殖嘛。我去过嘉义，看过那个实质暗场的情况啊，你整个盖得那么密的情况底下，没有阳光，鱼可以活吗？所以有一些渔民他们已经站出来抗议说，他是真的想要养鱼，结果他觉得他被骗了，他没有真正的渔电共生，他现在都后悔了。是宝兄。是我们看到能源政策啊，你看到最近台电的话，你会觉得调子有点转了，好像说，我开始要考虑核1、核2、核3、演绎啦什么之类，花多少钱呢、等等的，也考虑到什么？我就想到说，其实他是配合川普。川普说光电世界大骗局，他要全力发展核电，